2019年1月23日，一個名叫 Scout 的6輪機器人在美國華盛頓州斯諾霍米什縣的人行道上開始了它的第一次試運行。這台外形像冰櫃一般的配送機器人，大小剛好能裝下一箱包裹，行駛速度約等於人類的步行速度。它緩緩劃過住宅區的街道，身後總跟着一名人類大使，以防萬一出了意外好及時干預。亞馬遜對這個項目寄予厚望，認為它是電商配送革命的開端，是通往無人配送時代的第一步。然而，僅僅3年多後，這個項目就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串令人費解的問號。究竟發生了什麼？故事要從2017年開始講起。那一年，亞馬遜悄悄收購了一家名為 Dispatch 的末端配送機器人公司。外界對這筆交易知之甚少，直到2年後 Scout 項目正式面世，人們才意識到亞馬遜一直在暗中布局一場可能改變整個物流行業的技術革命。在西雅圖的研發實驗室裡，工程師們日以繼夜地調試着這台機器的導航系統、感知能力和路徑規劃算法。他們要讓它學會識別寵物、行人、垃圾桶、草坪椅，甚至是偶然出現在人行道上的除雪機。這是一個幾乎無限複雜的挑戰，因為真實世界的變量太多了。Scout 首次亮相時，它只有6台設備，每周1到周5的白天時段在斯諾霍米什縣配送包裹。顧客像往常一樣在亞馬遜下單，然後要麼由傳統快遞員送達，要麼由 Scout 送達。機器人會自主沿着預設路線前進，到達目的地後打開頂蓋，讓顧客取走包裹。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當地居民對這個萌萌的小機器充滿好奇，有孩子甚至問爸爸聖誕節能不能送他一台 Scout 作為禮物，還有人開玩笑說想用它遛狗。亞馬遜很快將測試範圍擴大到加州爾灣、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和田納西州富蘭克林。到2020年底 ，Scout 已經在4個不同氣候和地形的地區運行，試圖驗證這套系統的普適性。但問題逐漸浮出水面。首先是技術層面的挑戰遠比預想的艱巨。Scout 在面對松鼠時會突然停下來，不知所措；遇到門廊台階時無法識別，差點翻倒；在複雜的公寓樓和住宅區裡迷路，甚至在惡劣天氣下完全無法工作。為了保證安全，每台 Scout 都必須配備一名人類大使全程跟隨，這意味着它根本沒有降低人力成本，反而增加了運營複雜度。其次是法規障礙，許多地方的法律限制全自動設備在公共空間的使用，要求必須有人類監督。這讓 Scout 的自主配送變成了一個悖論，如果必須有人跟着，那機器人的意義何在？更嚴重的是客戶反饋，儘管亞馬遜從未公開具體細節，但公司發言人後來承認，項目的某些方面沒有滿足客戶需求。這句模糊的官方聲明背後隱藏着什麼真相？有分析認為 ，Scout 的配送速度太慢，無法與傳統快遞員競爭，它只能在白天工作，覆蓋範圍有限。最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並沒有真正提升用戶體驗。人們期待的是更快、更便捷的配送，而不是一個緩慢行駛、需要人類監督、還可能被寵物或障礙物困住的機器人。2022年10月，就在亞馬遜發布關於 Scout 的樂觀博客更新僅僅4個月後，公司突然宣布停止大規模實地測試。約400名參與該項目的員工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崗位。官方說法是重新調整項目方向，但實際上 Scout 的大規模測試已經終止，只剩下一個小團隊繼續探索自主配送機器人的可能性。這個決定是亞馬遜一系列成本削減措施的一部分。2022年，亞馬遜的銷售增長放緩，公司關閉或推遲了60多個倉庫的開業，凍結了零售業務的企業招聘，還砍掉了兒童視頻通話設備 Glow 和遠程醫療服務 Amazon Care 等實驗性項目。Scout 成了這場削減風暴中的又一個犧牲品。然而，故事並沒有在這裡結束。亞馬遜並未放棄無人配送的夢想，只是改變了策略。2023年，公司開始測試人形機器人 Digit， 這是由 Agility Robotics 開發的雙足機器人，能夠在倉庫內搬運貨物。到2025年，亞馬遜又開始測試中國 Unitree 公司生產的 G1 人形機器人，售價約 1.6 萬美元，配備23個關節馬達和利敏抓手，能夠爬樓梯搬運包裹。這些人形機器人的目標是實現真正的最後1公里配送。
他們可以坐在 Rivian 電動貨車的後座，到達目的地後下車，自己走到客戶家門口送貨。這聽起來像科幻電影，但亞馬遜正在嚴肅地測試這個方案。與此同時，亞馬遜的機器人帝國在倉庫內部快速擴張。2012年，公司收購了 Kiva Systems 機器人公司，從此開始了大規模自動化進程。到2025年7月，亞馬遜已經在全球300多個物流中心部署了超過100萬台機器人，數量幾乎與其150萬人類員工相當。最新的機器人系統包括 BlueJ 一個天花板安裝的多臂協調系統，能同時進行揀選、存儲和整合包裹。Vulcan 第一個具有觸覺的機器人，能處理複雜的人機協作任務，以及 DeepFleet 一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驅動的基礎模型，能協調整個機器人車隊的移動，將行程時間減少 10%。這些機器人不再是簡單的搬運工，而是能理解自然語言指令、規避障礙、做出複雜決策的智能系統。亞馬遜官方一直強調，機器人不是要取代人類，而是要與人類協作，讓工作更安全、更高效。公司宣稱，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的下一代物流中心，因為自動化反而需要增加 30% 的可靠性、維護和工程崗位員工。但洩露的內部文件講述了另一個故事。根據《紐約時報》2025年10月的報道，到2027年，可能有16萬個原本會存在的倉庫工作崗位將因機器人而消失。到2033年，這個數字將達到60萬。每個被自動化的工序能為亞馬遜節省約30美分的成本。什里夫波特物流中心已經因為自動化減少了 25% 的人力需求，而這只是一個模板，將在全美推廣。諷刺的是 ，Scout 的失敗和倉庫機器人的成功，恰好揭示了自動化在不同場景下的兩種命運。在封閉可控的倉庫環境裡，機器人可以高效運轉，因為障礙物有限，路徑固定，任務明確。但在開放的街道上，情況完全不同。每一條人行道都是獨特的天氣、寵物、行人障礙物都是不可預測的變量。Scout 需要面對的是一個混沌的真實世界，而不是整齊劃一的貨架和傳送帶。這種複雜性遠遠超出了2019年技術水平所能應對的範圍。現在，亞馬遜將希望寄托在人形機器人和無人機配送上。無人機項目 Prime Air 已經在美國3個州和意大利、英國的部分城市試運行，能在60分鐘內將處方藥送到客戶手中。人形機器人雖然還在測試階段，但理論上它們能做人類能做的一切：爬樓梯、開門、繞過障礙、放下包裹。如果這些技術最終成熟 ，Scout 的失敗或許只是黎明前的一次挫折。這場機器人革命並非亞馬遜獨享的舞台。物流行業的巨頭們都在爭相布局自動化。UPS 剛剛宣布投資 1.2 億美元購買400台 Pico Robot 卸貨機器人，預計能在18個月內收回成本。這些機器配備機械臂和吸盤，可以鑽進集裝箱，自動將重達50磅的箱子搬到傳送帶上，2小時就能清空一輛貨車。FedEx 雖然在機器人部署上相對謹慎，但也在測試自動駕駛卡車和配送機器人。Walmart 則與福特合作開發自動配送貨車。整個行業都意識到勞動力短缺已經成為現實。幾年前，一家大型物流服務商每個倉庫崗位有10名應聘者，現在只剩1個。有物流公司 CEO 開玩笑說，如果有入室盜竊前科的人來應聘，他們也會說，我們知道你會偷東西，但我們真的很需要人手。亞馬遜的機器人優勢不僅在於數量，更在於系統整合能力。它同時設計機器人硬件和倉庫管理系統，讓兩者無縫配合。這種垂直整合是競爭對手難以複製的。截至2025年，亞馬遜在全球運營着超過1500個物流中心，面積總計約 1.8 億平方英尺，擁有75萬台機器人、4萬輛半掛卡車、3萬輛貨車和110架飛機。這個龐大的物流網絡每天處理數百萬個包裹，其中90億件美國 Prime 訂單實現了當日或次日送達。摩根士丹利分析師預測，如果僅有 10% 的美國配送任務由人形機器人完成，到2030年，亞馬遜每年就能節省20到30億美元。到2032年，這個數字可能達到71億美元。但問題依然存在，我們真的需要機器人送貨嗎？從技術角度看，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它們可以減少碳排放，降低交通擁堵，提高配送效率。
但從人的角度看，答案就沒那麼清晰了。當一個冰櫃大小的機器在你家門口等待，而不是一個真實的快遞員敲門問候，這種體驗真的更好嗎？當60萬個工作崗位被機器取代，那些失業的人該去哪裡？當街道上布滿攝像頭，機器人隱私和安全如何保障？更深層的問題是，當我們把人與人之間最後的接觸點送貨上門這個瞬間也交給機器，我們是否在失去某種更重要的東西？那種謝謝你辛苦了的簡短對話，那個在風雪中依然準時送達的快遞員的身影，這些是冰冷的機器永遠無法複製的人性溫度。亞馬遜的無人配送機器人項目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科技進步的雙面性。它既是人類創造力和野心的結晶，也是技術局限和社會挑戰的縮影。Scout 的短暫生命提醒我們，未來並不總是按照我們設想的方式到來。有時候，最先進的技術也會在最簡單的問題上栽跟頭，比如一隻好奇的松鼠或者一級台階。而在這場關於自動化的宏大敘事裡，真正的問題或許不是機器人能否送貨，而是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當我們站在2025年回望 Scout 誕生的2019年，那個在斯諾霍米什縣人行道上緩緩前行的小機器人，如今看起來既天真又充滿預言性。它的失敗不是終點，而是一個轉折，提醒我們通往未來的道路從來不是筆直的，每一次跌倒都是下一次飛躍的準備。